美军刚刚进行了反制东风21的演练，中国的大机群就开始演练收割航母战斗群的战法，谁更技高一筹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在菲律宾海举行了2年1度的英勇盾牌2020联合演习。要注意，这项演习可不是环太平洋军演，而是美军针对中国的歼20和东风导弹的实战化演习。在本次演习中，美军在菲律宾海域集结了林肯号和里根号2支航母打击大队，连同蒂利波利号2栖攻击舰，举行了3航母的海上演习。演习的过程中，美军用 F-35模拟歼20隐身战斗机充当假想敌，还演练了偷袭东风导弹发射基地。就在美军的演习刚刚落幕之际，台湾军方惊呼，解放军共出动了29架次的军机进入了台湾地区所谓的防空识别区。这里面呢，包括2架空警500、1架运9通信对抗机、1架运8电子侦察机、6架轰6、1架运8反潜巡逻机、1架运油20空中加油机、5架歼11、4架苏30和8架歼16战斗机。这是解放军今年第3次出动20架以上的战机，以大机群的方式抵近台湾周边空域。今年1月23日，有39架次的解放军军机抵近台海。5月30日，有30架次。虽然台军方面非常紧张，但解放军此次的演习看起来仍然针对的是美军的相关演练，而不是专门针对台军的。其实，美军此次进行的实战化演习的目标是演练如何打击东风快递，而中国大陆29架军机演练的是收割航母战斗群的战法。在美军的计划中，对付东风21D 和东风26的办法，除了被动防御，主要是使用空中作战力量偷袭中国的导弹发射基地。具体的战法是使用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拉斯姆隐身巡航导弹、战斧5巡航导弹，以及使用弹道导弹发射的巡飞弹，或者呢是使用隐身轰炸机、远程无人机深入中国的腹地，实施远程打击等等。甚至还有可能出动特种部队来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导弹发射阵地。说实话，这些战法基本上都不太靠谱。那么，中国这次大机群出动又在演练什么样的战法呢？更像是对美军演习的一次回应。解放军的29架军机中有2架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空警500空中预警机，它们主要负责提供整个作战区域的态势感知。另外呢，运9的通信对抗机、运8的电子侦察机则负责体系对抗，以夺取制电磁权。还有1架运8反潜巡逻机则专门负责猎杀美军的核潜艇。这里面的重头戏是运20空中加油机以17架重型战斗机的组合，6架轰6中远程战略轰炸机携带有重型的空射型反舰导弹。而运20空中加油机则负责为重型战斗机提供加油服务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掩护6架轰6飞机的反舰攻击行动。1架轰6可以携带4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，24枚鹰击12就可以形成饱和的反舰能力。一旦我军的东风21D、东风26对航母编队打击完毕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对航母编队残余的舰只进行最后的收割。中国有让美国海军胆怯的反舰弹道导弹，也在演练对航母编队的空中猎杀战术。可见，我们的作战体系是非常完善的、非常完备的。美国现在头疼的是，不但无力对抗东风21D、东风26，甚至呢，连如何对付轰6编队的打击都非常难。因为陆基战斗机在夺取制空权的能力上要强于舰载战斗机，而中国军队现在有了运20空中加油机，重型战斗机的航程将会因此而大幅度的扩展，完全可以掩护轰6飞机发起的攻击行动。
航母舰载机想在400公里的距离上对抗17架重型战斗机和2架空警500所组成的空中作战力量，其困难程度是非常高的。而一旦让轰6突入鹰击12的射程内发射导弹，那么美军的航母编队的剩余力量往往就会被收割。总体而言，美军的这次演习是在演练那些对抗东风快递的不靠谱战术，而中国的空中力量则是在演练收拾美国航母编队残余舰只的战法。对此，美国只会更加焦虑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